一位伟人说过，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这流氓啊，不分岁数，也不分国籍，更不分性别。今儿呢，如果你家里有男孩，一定要听仔细了，如何防备女流氓。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7月23号，昨天7月22号，香港法院宣布了一个判决，有一位女流氓被判6年监禁。这事儿值得家里有男孩的仔细听好了。这个事儿先把时间轴拉到2023年，这位叫伊萨贝尔罗斯的女士，她呢在泰国旅游期间就看上了一个香港的男孩。这男孩呢在银行工作，收入很高，形象也好。这俩人认识了以后就书信传情，你甭管说谁追求谁吧，双方都表达了好感。然后到了2024年的1月份，这位小伙子就邀请这位罗斯你来香港吧，玩玩，终究俩人得见面吧。见面的当天晚上，这俩人就发生了那个横的关系。总之这小伙子就爬了2座山，又趟了1条河。这事儿确实很累。而且呢，他们在一起居住就在这位小伙子的公寓里边住了大概1周多的时间。那爬山的事那肯定没少干这年轻人嘛都这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罗斯就提出来他要求了，说你得给我10万美金。你想那小伙子说我没有10万美金，为啥要给你10万美金他说如果你不给的话，我就告你对我实施了强奸。你这工作丢了吧，你还得入狱，10万美金不，那时候英镑，给不给？这小伙子可能也没有多少钱，就拿了5000英镑给他转账转了。转完了，按说应该放过这小伙子吧，没有，坚持要这个10万英镑。这小伙子确实拿不出来，这位女士玩真的，还真报警了。警察一看，哇，强奸案那毫无疑问先把这位小伙子给拘捕了。拘捕了以后，那总得审吧。但是这一审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小伙子反而告这位女士玩仙人跳，你是在敲诈勒索。最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审了已经是2年了，最终定案是6年，其中4年敲诈勒索，另外2年呢叫做妨碍司法公正。这里边这就涉及到这位女士可能是个老手或者是个高手。为什么呢？她发给这个男孩要钱的这个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是用一种功能叫做限时阅读，阅后即焚。就是说他既表达了自己威胁你不给钱我就告你的这种话语，但男孩读完了以后呢，这个话在系统中消失了。你看这是不是有预谋他也知道威胁别人是犯法的呀。但是小伙子他保留的原始的数据，在这个阅后即焚生效之前咔咔给截屏了，给录屏了，用另外的手机录屏了，说明这小伙子已经隐约感觉到来者不善，这位女士没他想的那么纯洁。所以说警方包括法官还原了那些记录整个的逻辑链全都出来了，包括他威胁的话，什么时候威胁的，又说要破坏你的这个职业形象，让你丢饭碗的这些话全有。你看敲诈勒索这证据出来了吧？而且在法庭上这位女士拒不认罪。你看不认罪直接多判了2年。而且她在2024年2月份报警以后不成，反而被抓了。后来呢，她办理了取保候审，但是法官规定不得离开香港，你不能离开英国，你离开英国再找你的话哪找去，你就不来了。所以一直她是在
香港生活，直到最近啊，他是正式收监。你看，如果你家里有男孩的话，学会了什么呀？不要相信那些来路不明的这些人士，因为这位法官叫沈智慧，他在判决词里特地提到，这位女士利用了这位香港男孩的善良爱心，反而呢对他施以财物的敲诈。好吧，这个故事啊，希望给大家做一些提示。你有什么观点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吧。